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辉。今天要聊聊两支灯光，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两支爱图仕 Amron 最近刚推出的锐 660C 跟 360C。先讲结论，如果你是现在想要找一盏拍照拍片都可以用的 LED 灯，那这两支是我在2026年的现在最推荐的选择。那为什么是说这两支灯呢？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它们的特点。那第一个就是变压器跟灯体的一体化。过去很多灯的变压器是外挂的，拆装上比较麻烦，而现在你只需要一条电源线插到插头，让加热速度快了很多，移动或收纳也更加方便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重量方面，360C 连标准罩与盒子重量一共是 5.15 公斤，而 660C 加标准罩跟盒子更是只要 7.8 公斤。要知道，过去的爱图仕600系列，连同箱子配件等等，重量通常都落在20公斤上下。再来，他们这次具备了 IP54 的防水性能，所以你想把灯摆在外面打窗光，也不用怕下雨了。而新的光源引擎让亮度跟颜色性都有提升，但这个细节我想放到后面再说。我先来讲几个从外观上看不太出来，规格表上没有写，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它卡口旋紧方向终于正常了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当你面对卡口的时候，顺时针的方向转是锁紧，也就是一般我们锁螺丝时候的下意识动作。但以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爱图仕的灯故意做成逆时针方向转的设计，其实有点反人类，所以这次改回来我觉得非常好。那第二个是统一了法兰距，也就是保容卡口到灯头发光平面的这个距离。在我手边的 360C、660C 还有 Stone 系列的 400X， 经过我大致的测量后是一致的。这对像 Spotlight 成像镜头，或者是像菲涅尔这种透镜类的灯具，光学上会更加匹配，通用性更好。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这个？因为像以前我用过爱图仕的 300C、300X、600C、600X 等等灯具，它们灯头突出的距离各不相同，就会导致一些配件的通用性出现问题。可能不只是光学上的不匹配，甚至可能连装都装不上去，所以这次统一了法兰距，我也觉得非常的不错。因此我也特别量了爱图仕 Stone 系列的菲涅尔 CF7 跟 CF10 的后遇距离，确认它们是可以给锐 360C 跟 660C 使用的。那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，因为我不得不称赞一下爱图仕这套菲涅尔做的真的很好。它这个特殊的透镜结构让它侧面非常的薄，而且也不像一般菲涅尔的镜片有这个一圈一圈的纹路，所以打出来的阴影非常的干净。而这个四叶片的做工也相当不错，能把该挡的地方都有特别挡住了，侧面背面完全不会漏光，而且内侧有特别贴黑绒布。那我想再谈一下，一般常见的菲涅尔是单镜片结构，聚光效果会是中心最亮，往外渐渐变暗。而 Stone 系列这套菲涅尔采用的是双镜片结构，双镜片可以依照镜片设计来让照射范围内光线比较均匀，到了范围边缘再开始变暗。那其实这两种倒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是效果不同，适用场景不同。Stone 系列这个就非常适合拿来模拟太阳窗光，而单镜片菲涅那种渐层感反而适合用来强调主体或者局部。再来就要谈谈新的 Omnicolor 光源引擎了，不像过去的 RGB-WW， 它现在主要是由8种颜色的灯珠组成，主要好处是能让灯珠的利用率变高，所以在采光、暖光这些模式的亮度提升非常的有感。我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，以前的 RGB-WW 就是冷光、暖光加上3原色 RGB， 共5种灯珠。假设现在总共有100颗灯珠，冷光35颗，暖光35颗， RGB 各是10颗。那当我们开 6500K 色温的时候，其实只有冷白光那35颗在工作。那我们开 2700K 色温的时候，只有暖白光的35颗在工作。那开红光的时候就只有10颗 R 灯珠在工作，所以你明明有100颗灯珠，但真正实际在工作的并不多。
而新的混光方式让更多的灯珠在不同模式下都能够参与，因此你可以发现到，现在就算开 3000K 的暖光亮度，也接近 5500K， 不像以前的双色温或是采光灯具，暖光亮度通常会低于冷光。这边我把 360C 加 CF7 跟 660C 加 CF10 在3米距离之下的亮度数据列出来。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 660C 加 CF10 在最聚光的情况下，照度可以达到4万上下，这是非常优秀的照度，基本上已经可以模拟太阳光的强度了。那在颜色性方面也有了提升，其中最关键的是加入了接近于紫外光波段的靛蓝色 Indigo 灯珠，让光谱更加完整。它主要能让物体出现荧光反应，简单来说就是会让白色的衣服更白，人的皮肤细节也更像在真正的太阳光之下。从分数上来看 ，SSI 光谱相似度指数，暖光 Tungsten 分数达到了87，冷光 Daylight 分数大概落在81，比以前常见的70几分都好了很多。而灯具本身提供了 2300K 到 10000K 的色温可调范围，那在开启了 CCT Plus 模式之后，可以扩展到 1800K 到 20000K。而色温模式下也可以调节红绿偏移，去匹配各种的光线情况。但我觉得它调整的每一档差距有点大，所以如果你想要非常细微的调节，可能还是 Storm 系列更加适合。在这边我也想呼吁一下各家灯具厂商，不只是爱图仕，就是规格表除了照度之外，如果能够再标明流明度会更好。因为照度讲的是在固定的距离角度之下，某个单位面积接收到了多少光。那如果你今天的发光角度比较窄，光线比较集中，那自然这个照度数值就会很高，但不代表它的总输出比较大。而流明就代表这颗灯总共吐出了多少光，所以照度适合用在硬光直打的时候参考，而流明度更适用于柔光或更泛用的场景。所以理论上两个都标示是最好的。毕竟如果我们在讨论亮度这个词的时候，你说的亮度是指总光亮还是单位面积接收到的光线强度，这里面可能就存在一些文字上的模糊地带。那再谈回灯具本身，灯体背后是一颗单旋钮的设计，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特别，但当你一转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个旋钮内部竟然有电机马达，手感非常独特。所以当我们要快速调整的时候，只要用力一转，它就会开始自己一直跑，很好玩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新奇感大于实用价值，但还是蛮特别的。另外 360C 跟 660C 现在支援了 DMX， 透过机身上这个 Type-C 的接口去做转接。如果你有需要使用控台去控制灯光的场景，也可以使用了。最后聊聊价格，台湾定价 360C 是13650， 660C 是23500。坦白说，以这样的价格搭配上它们的性能跟易用性，加上爱图仕一直有着非常好用的手机操控 App， 在整体体验上，我认为这已经不是 CP 值的问题，而是它重新定义了一个中阶灯具的标准。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，这两支灯绝对是我目前觉得最值得推荐的持续灯。如果你对灯光上还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你也有心得想分享，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阿辉，我们下次见。